我们现在要去乐天租车，那这是我们第2次在韩国租车，2次都租电动车。上一次租的是 Niro EV， 这一次租的是 EV6， 都是 Kia 的车款，很期待。上一次其实我们的行程没有很长，就完全不需要充电，但因为这一次是租4天3夜的关系，所以我们势必是有必要充电。这一次也会实际的来使用，就是在韩国的公共充电系统，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在韩国租电动车是不是真的有办法省到油钱呢？所以接下来会用2支影片来带大家了解韩国租车有哪一些 pebble， 然后在韩国开车你有必要注意哪些事情。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也到了租车点了，我们就去取车吧。大家好，我是 CK， 欢迎收看 Money Well Spent， 花一手好钱。在韩国的时候忘了录开场，所以现在再来补录一下。那很明显呢，回到台湾也去重新烫了一个头发，所以跟前面的影片出现的样子应该差蛮多的吧。在大家看我签合约的时候，来跟大家做一些补充。韩国的2大租车公司有乐天租车还有 SK 租车，因为我们2次都发现在乐天上面的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们2次都选择了乐天租车。在乐天租车的官网上可以用每10分钟为单位来调整行程，相较于台湾的租车公司都以天为单位的租车，韩国租车这种做法真的非常贴心啊。这个看起来像晕车药吗？感觉像晕车药。然后每次租车可以2瓶水，上次怎么没有？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等我们的车子，他说会有人把车子开过来。一开始有点 confused， 因为网站上面的取车地点跟 email 里面提醒的取车地点竟然完全不一样。我有写一封 email 去问他们的客服 ，Asti Hotel 这个点才有办法服务外国人。但我们还车还是要到另外一个没有办法服务外国人的点，这2个地方大概相隔个300-400公尺的距离，都叫做釜山车站的乐天租车，所以有2个据点，如果是外国人要预约的话，这边给你们一个 heads up。他现在帮我装的就是我的 High Pass 卡。This is key. Electric card. Oh, so charging use this. Yes. Okay. Cool. Oka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No. I think I got it.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这一次在安排我的旅行的时候，最担心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没电，够咯，在韩国的路边求助无援。第2件事情呢，花太多时间在充电上面。那看到乐天租车官网对于外国人有一个免费充电的优惠，可是其实在官网上面充电桩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到底要到哪里去才可以充电，这些东西都很不清楚。这已经是第2次充电，我觉得真的蛮方便的，就是有给公共充电卡，只是这个机台的界面只有韩文。昨天第1次用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混淆。这个要怎么用？为什么要输入一个东西？这要选什么？这是什么？后面吗？上面的那个头会随着你车子的方向去旋转，但是如果你知道要点哪里的话，其实非常的方便。这个，然后按取消会员卡，然后我们就可以感应一下。点第1个。点第1个，可以了吗？可以了。我们在这个充电站短暂的停了20分钟，然后现在车子已经从原本的20%上下充到已经超过80%了，应该也不用再充更多了啦，我就把它按暂停了。大家可以看到19.46分钟，55.64。OK， 19310，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的车子现在已经86%了。拔起来。那不得不说，韩国在充电站的普及率，在电动车的普及率上面，我觉得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面最高的。基本上每一个停车场都一定会有充电桩。这张充电卡呢，是韩国环境部公共充电系统。这个系统的充电站非常非常多，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公家的单位，市政厅啊、警察局、消防局、学校单位或者是一些公家机关的停车场，可能就会有支援这个系统。
其实 Nevermap 非常贴心哦，在每一个充电站底下，它都会去说明说这个充电站有几个充电桩，功率有多少。最重要的是，它支援哪些的会员体系。那这个会员体系真的非常非常多啊，什么 SK 电信的啊，什么企业的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会员资格。那我们要找的呢，就是一行关键字。关键字我放在这边，我基本上就认前面3个字，因为那个3个字好像是什么公共吧，所以这个字非常好认。我会经过的所有路线，或者是我住的地方的周边，搜寻 EV Charging Station， 在每一个充电站里面去找到有哪一些的会员资格有包含这一串字。在城市里面，支援公共充电系统的充电桩，它可能充电效率就只有7000瓦，那好一点的可能11000瓦。这些当然跟你在一般家用的插座去慢慢充电快上一些。但我后来发现呢，在国道上面的一些比较大的休息站，他们都会有很高功率的快充站。那这个快充站呢，最少可能都有100千瓦。那我用到最快的，足足有300千瓦。300千瓦真的是有够快，基本上就是下车上个厕所，然后跟朋友聊个天啊，上车就80%，然后可以继续往下，再开个300-400公里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一次呢，因为我有做这些行前的准备，经过路线上面的所有我想要充电的地方，全部都标注起来，然后也把我的行驶的里程做一个大概的估算，然后大概知道说我开到哪里的时候要去休息站做一个快速的充电。所以我们这一次完全没有耽误到行程的，因为一直都在使用公共充电系统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没有花到任何充电的费用。我们来做个小小的结论，大家最关心的应该会是我们这一次租车，特别是租了这台电动车花了多少钱呢？那我发现乐天租车它的牌价都是参考用的。我每一次租车，或者是我每一次在预约的时候，打6折基本上应该是它的常态的定价。如果你是租电动车的话，有机会再更进一步的优惠。OK， 我这边呢是我们的乐天租车的 rental contract， 我们租赁合约。那以我们这次来说，我们就是一直刷，然后刷到电动车打4折。在首尔那边最夸张可以到35折，油车的 discount 通常是比较少的，它的租金只有打6折，那这样一来一往差个2成的租金，其实就会变成租电动车反而比租油车还要划算。所以如果你要预约的话，这一点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其实你就算做了预约，你也不需要马上去付款。所以你现在看到说哇怎么办？现在只打6折，你可以先预定下来之后呢，一直去刷那个网页，然后看到打4折了，你就把原本的订单退掉，然后再重新订就好了。OK， 这边分享给大家。我们租到这台车的时候，它的里程数是47991，也就是接近5万公里的行驶里程。我觉得以租赁车来说，不算是很多这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只有外国人在韩国租电动车可以拿到那张卡，然后免费充电。本地人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差别。我觉得电动车好像在各国的租赁市场来说都不是特别受欢迎，但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的。EV6 在乐天租车有分2种，一种是比较贵的，是4轮传动的版本。那我们这次租的是比较便宜2轮传动，而且是比较旧的年式，是22到23年式。那我们总租车时间是3天又11个小时。我们的租金折扣之后是298000韩元，免责险是131300韩元，然后我们有另外再加35000韩元去买这一张 High Pass 卡，所以全部加起来之后呢是464,300韩元。但是我们在还车的时候提早40分钟还车，它又折扣了一点点。You returned the car earlier, so you can get a refund about 3,200. 所以最后呢，我们的总花费如果直接看账单，就是换算成台币，我的信用卡费用呢是新台币11156元，再加上168块的手续费，所以是11324元新台币。我觉得
非常划算，就相当于一天我们也就只花个3000多块，然后4个人去均分的话，一个人一天不到1000块。就是如果我今天租的是汽油车，我觉得还会再多花个接近2000块的油钱。另外，电动车在还车的时候是不需要把电充满的。那这跟我过去在加拿大租 Tesla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加拿大的 Hertz 租车是要求我要80%满，那乐天租车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你可以把车开得回来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贴心。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刚刚都没有讲到我们花费里面有过路费。乐天租车跟我预收了35000韩元，那这5000韩元是工本费，3万韩元是预先储值在里面的钱。韩国的高速公路是认卡不认车，所以这张卡其实租车结束之后，我就可以把它取下来带走，在各大超商或者是在韩国的休息站，你都可以去帮他做储值。下一次去韩国租车的话，我就不需要再多花35000韩元，我就可以直接带着这张卡。OK， 那在韩国开车要注意哪些事情？快速通关要怎么辨识？停车的规矩啊、法规等等的，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说咯。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加分享。很久没更新了，我们之后会陆续的再拍一些影片。如果我有时间剪的话，我会好好努力的。OK，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我是 CK， 大家再见，拜拜。